自从那天在教学楼下不欢而散后，陆静飞和沈燕之间又恢复了那种诡异的平静。项目还在继续，但两人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几封言简意赅的邮件。陆静飞负责联络场地和嘉宾，沈燕负责所有的视觉设计。他们像两条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行星，互不干涉，却又被同一个引力核心牵引着，无法彻底远离。陆静飞发现自己多了一个新的，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习惯。他开始下意识地关注沈燕，他会不经意地路过设计学院的教学楼，从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一眼那个总是在角落里安静画图的身影。他会去图书馆假装查资料，实则目光总会飘向那个坐在窗边一看就是一下午的清瘦背影。他甚至开始留意学校的各种兼职招聘信息，然后发现沈燕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出现在每一个可以赚钱的角落，图书馆的管理员，食堂的临时帮工，甚至是周末校园快递站点的分拣员。每一次看到沈燕拖着疲惫的身体穿梭在这些与她惊人天赋毫不相称的场合里，陆景飞的心都会被一种陌生的情绪狠狠揪一下。那情绪混杂着心疼、愧疚和一种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在意。他想为她做点什么，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抑不下去。但以陆景飞的性格，他绝不可能直接走上前去递给沈燕一笔钱，说拿着去给你妹妹治病。那不仅是对沈燕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他自己骄傲的冒犯。于是这位天之骄子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笨拙的近乎可笑的曲线救国。沈燕最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高级西餐厅做晚间的兼职服务生，那家餐厅人均消费4位数，是 A 大学生情侣约会的圣地。陆景飞从前对这种地方嗤之以鼻，然而这天晚上，他却开着他那辆扎眼的保时捷停在了餐厅门口。他走进餐厅，立刻就有经理殷勤地迎了上来。陆景飞目不斜视，直接挑了一个最僻静的角落坐下，然后对经理说，让你们这里一个叫沈燕的服务生过来点餐。经理愣了一下，但还是恭敬地应下。很快，穿着一身笔挺服务生制服的沈燕端着托盘走了过来。当他看到座位上的人是陆景飞时，他脸上闪过一丝极淡的惊讶，但很快就恢复了职业性的平静。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他的声音公式化，仿佛面对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客人。陆景飞看着他，这身制服很合身，衬得他身形愈发清瘦修长，但那张过分苍白的脸和眼底挥之不去的疲惫，却与这家餐厅奢华的氛围格格不入。陆景飞压下心头那点异样，拿起菜单，用他一贯的带着点挑剔的口吻点了菜单上最贵的几样东西：澳洲和牛、黑松露烩饭、法式鹅肝，外加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沈燕只是安静的记录，没有丝毫多余的表情。菜很快就上齐了，陆景飞慢条斯理地吃着，姿态优雅的像一幅画，而沈燕则像所有尽职的服务生一样站在不远处，随时准备为他服务。陆景飞的余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沈燕，他看到她站得笔直，但偶尔会不自觉地用手撑一下后腰，那是一个人站立太久后下意识的动作。终于，陆景飞放下了刀叉，桌上的菜每一样都只动了不到1/3。买单。他朝沈燕招了招手，沈燕走过来，看着满桌几乎没怎么动的昂贵的食物，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先生，是餐点不合您的胃口吗？他径直地问。不是。陆景飞靠在椅背上，懒洋洋地说，只是突然没什么胃口了，这些都撤了吧。他说的云淡风轻，仿佛那些被浪费掉的足够一个普通学生1个月生活费的食物，只是无足轻重的垃圾。沈燕沉默了，她低着头，让人看不清她此刻的表情。过了几秒，她才低声说，好的先生，然后转身去拿结账单。在沈燕转身的瞬间，陆景飞叫住了她，等等。沈燕停下脚步，回头看他。陆景飞看着他，目光深沉，语气却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施舍。你们餐厅的规矩，这些客人吃不完的东西是员工餐吗？沈燕的身体
瞬间僵硬了。他猛地抬起头，那双漆黑的眼眸里第一次燃起了火焰，那是被冒犯、被羞辱后最直接的愤怒。他当然知道，按照餐厅不成文的规定，这些几乎没动过的昂贵菜品，最后确实会成为员工的福利。陆景飞这么说，这么做，意图昭然若揭，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用金钱包装起来的投喂。陆景飞，沈燕的声音冷得像冰，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直呼他的名字，卸下了所有伪装。陆景飞看着他眼中燃烧的怒火，心里竟没有预想中的快意，反而有一丝狼狈。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擅长做这种事，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刻意，那么笨拙。我只是在行使我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他强撑着嘴硬的回答。是吗？沈燕扯了扯嘴角，那是一个冰冷的带着嘲讽的笑容。那多谢陆大少爷的慷慨了。说完，他不再看陆景飞一眼，转身去前台拿了 POS 机过来，动作利落地为他结了账。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表情比西伯利亚的寒流还要冷。陆景飞签完字，起身离开。在他走出餐厅大门的那一刻，他终究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沈燕正站在那张桌子旁，低着头，沉默地一样一样地将那些他吃不完的食物收拾进一个打包盒里。他的动作很慢，背影在餐厅华丽的水晶灯下显得格外孤单和倔强。陆景飞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他搞砸了。他本想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去帮助他，结果却用了最伤人、最愚蠢的方式，狠狠地践踏了他的自尊。车子驶入夜色，陆景飞烦躁地降下车窗，任由冰冷的夜风灌进来。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守护一个人比审判一个人要困难得多，尤其当那个人是沈燕。